哈什么喽，好久不见！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11月最爱，不知不觉2018年已经要过完，只剩下1个月又要过下一个年。然后我前几天就在想说，我今天在忙什么？好像是工作啊、睡觉，然后休息，工作、睡觉、休息，然后这样1年就过了。总之时间真的过得很快。那也希望这1年下来，大家都过得很充实，然后也有努力完成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啦。那今天应该是我用这颗心头来拍片的第1天，因为上次就是在上一支影片，我去剪完头发之后，造型师有帮我上电棒。那我自己有说，我比较喜欢它变直的样子，变直的样子就大概是像这样，没有塞耳后是这样，它可能是齐肩的一个长度。然后发尾这边呢，它会因为碰到肩膀，稍微有点随性的乱翘。那其实也不用整理，就让它这样顺顺的，我觉得还蛮利落好看。那如果想要有精神一点的话，我觉得像这样的塞耳后也是蛮好看。总之我很喜欢这个长度，然后还在慢慢的适应中。那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就是11月最爱。11月最爱还蛮多一些保养跟美妆上面的小东西的，都是我近期在生活上面使用率还蛮频繁的一些小物。好，那不多说，马上来分享11月的第1样最爱吧。首先第1样最爱就是 Make Up For Ever 的超净化无瑕顺效保湿精华。因为我刚从韩国回来，那其实韩国他们天气已经变得蛮冷的，有几天都会到0度下面。那再加上他们空气的确是比较干燥一点，所以我这几天在那边啊，我的鼻子里面都裂开，所以早上擤鼻涕都有血丝跑出来。那相对皮肤也会比较干燥一点，所以我在出发前就想说，我可以带哪些保湿的东西去加强保养，因为可能平常在台湾用的。在他们的气候可能不太够力，所以我这次还蛮加上保湿。那妆前保湿的部分呢，我这次有特别带这瓶去，它是 Make Up For Ever 的保湿精华。那这瓶呢，它小小的一瓶，然后呢，它的质地是像这样子，要透过按压的方式，它是这样子液态的质地，稍微有一点乳白色。然后它推开来之后，其实还蛮清爽，就很像保湿精华的那种感觉。我会把这一瓶呢放在保养的第1个步骤，就是化妆水之前先用这瓶打底，然后之后呢再接着后续的保养。那我觉得这几天呢，就是旅游这样子下来，保湿度是够的。因为其实我的皮肤就是卸妆之后，两颊这边已经摸起来有一点干干粗粗的，可是我上妆之后，妆都会是贴的，不会因为这边有点干干粗粗，然后一上妆这边就可能裂开来脱屑，还是带妆一整天，这边就很明显有一些斑驳感。不会，反而上妆之后那个肤况是贴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瓶呢，它用来加强保湿的效果还蛮好的，然后整个吸收之后啊，也是很清爽，它不会黏黏的哦，所以你后续上妆之后也不会产生起屑啊，还是可能跟底妆打架的情形。所以我觉得我还蛮喜欢它的质地，很清爽、很清爽的感觉。而且它这样小小一罐，我觉得还蛮容易携带，因为有很多妆前保湿的东西，说真的都很大罐，你真的不太方便带出国。那我觉得像它这样的设计，小小就还蛮容易携带，也不太会占空间啊，或是增加很多重量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它还蛮适合，就是如果你去一些比较寒冷的国家，你想要加强保湿，让妆更贴的话，它还蛮适合携带出国的。接下来是达放的柑橘芳香精露。我在去韩国的时候带这瓶保湿精华加水之外呢，因为皮肤其实除了补水，你还要补油，它的油水才会比较平衡。就是因为有时候你只补水，它可能马上就挥发掉，所以在更寒冷的时候，其实加点油是必须的。那在油的部分呢，我这次带去的就这瓶达放的柑橘芳香精露。其实这瓶我在之前台湾换季的时候我就有开始用，因为我的皮肤比较敏感一点，所以在换季的时候那种比较干然后泛红的情形就会比较明显。那我就会用油来加上保养。那达放的油我一直都还蛮喜欢，因为它的滋润度够高。那再来就是它的味道是非常疗愈的，它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比如说玫瑰啦，还是橙花。那我最喜欢的是柑橘的，它的味道都很疗愈，就是那种花香植萃的味道。那它呢，里面质地是这样子黄色的，我稍微倒一点出来给你们看。它是这样子精华油状的质地，然后你推开来之后呢，你的皮肤就瞬间的被滋润了，像这样子。那相对，因为它是油嘛，所以它有看到吗？油油亮亮的，所以它的那种存在感相对的会比刚那种保湿精华水型的保养来得更高一点点。但对比较偏干肌的人来讲，这样子的滋润度，我想应该是接受度很高的。那它的那个滋润的持续性也是蛮好的。
如果你们有冬天去韩国旅游过的话，就会知道他们的室内大多是会装地热或是暖气的。那我这次去住的民宿，它就是装暖气。你不吹暖气的话，你晚上睡觉真的是会非常非常冷，所以你一定要暖气开着。那相对的，就跟吹冷气一样，你开暖气也会比较容易造成你皮肤的一些水分流失掉嘛。那我就觉得一定要加点油来hold 住我的皮肤，不然早上起来一定干巴巴的。那我这就有发现，就是我在睡前的保养加了这道油去做保养之后，我到了隔天早上醒来，可能睡了7、8个小时，都在暖气房里面哦。我早上起来摸我的脸还是嫩的，就有一点那种润润的感觉，不会觉得保养品好像不够力，整个都变得干干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它那种滋润的续航力是非常好的。再来是1028的飞机场顺翘防水睫毛膏，这支睫毛膏应该已经很多人分享过，因为我自己对于睫毛膏是很死忠的那一种，因为每个人适合的睫毛膏真的都不太一样。那当你遇到你命定的睫毛膏之后，你就很难去跳脱出安逸圈去尝试新的。因为我之前最喜欢是 Etude House 那支睫毛膏，到现在都还是很喜欢。那时候这个1028的睫毛膏出来之后，我就想说，怎么周围的人都在说它好用，我就有点半信半疑，想说反正试看看不吃亏。那一试之后，它连我这种比较粗硬的睫毛都可以支撑住，所以我觉得它用来维持那种卷翘的效果是真的还蛮好的。然后它这种紫色金属的包装，其实看起来造型还蛮简单的啦。里面的刷头是这种比较瘦长型的刷头，没有任何的弧度，它不是梳子状的那种刷头。那这支睫毛膏啊，我在上一支影片里面有示范过它刷起来的那种效果。它的妆效呢是卷翘的，然后呢它的那种浓密感是比较偏自然纤细的感觉，它刷起来不会特别的浓。然后我觉得它刷起来那种根根分明、干净的效果也很漂亮。不会让你的睫毛产生那种结球啊，或是蟑螂须的感觉，所以它的妆效是真的还蛮不错。而且它这种刷头啊，其实也蛮容易操控，因为有些刷头啊，它会长得太粗了，就这种螺旋状的刷头，它如果长得太粗了，你要刷一些眼尾的睫毛还是眼头的睫毛，很容易去沾到睫毛膏。那因为它这个刷头细细的，所以我觉得它用来刷一些比较细小的睫毛都还蛮容易操作的。因为我自己本身睫毛特性是粗硬又垂，所以我一定要先把睫毛给夹翘，再刷睫毛膏，它那种定型卷翘效果才会比较明显。所以我对睫毛膏的要求其实不高，不用刷起来特别长、特别浓，只要它的卷翘定型效果够强就可以了。那我觉得这支啊，它就有达到我的需求，它可以让我的睫毛膏一整天都直挺挺的，看起来很有精神。所以这支睫毛膏目前来讲，我听到的评价都是还蛮好的。以近期的开价睫毛膏来讲，这支也还蛮值得尝试看看的。然后因为它的刷头比较细嘛，所以我觉得它用来刷下睫毛的效果也蛮好的，不太容易沾到下眼皮这个地方，所以在操作上面也是很方便的哦。再来是 NARS 的庞克女王3色假彩盘，这个是 NARS 近期推出的圣诞限量彩妆。那先来看它的外形，看它的外形就是那种很庞克摇滚的感觉，充满了红色铆钉的元素，那种闪亮亮的感觉，我觉得也蛮有圣诞节的氛围的。打开来之后呢，里面是3色的假彩盘，你可以看到里面的打亮色调的部分是稍微有一点不太一样的，中间这个是偏金，然后呢这个稍微偏裸一点点，这个则稍微有点粉红香槟色的感觉，所以适合搭配的假彩跟打亮出来的效果也稍微有一点不太一样。那我稍微刷色给你们看，其实这一盘啊，它的颜色很像我之前分享过 MAC 的那个3色打亮盘，可以说是色调非常非常类似。那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在于NARS 这一盘啊，它刚开始刷上去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叠擦，它的光泽是很温柔、很自然那种感觉。相对于 MAC 那一盘打亮盘，它刷上去的光泽就会比较明显一点。所以这一盘啊，它的光泽会比较自然。在这边给你们看，你看有没有？它不是很闪的那种光泽哦，是比较温柔一点的光泽。你要稍微去摆动它的光泽那种折射感才会呈现出来的感觉。那相对来说，它的粉质也是蛮细致的，不会让你觉得颗粒感很粗糙，或是亮片感很明显、很廉价那种感觉。它整体来讲，粉质的表现是还蛮细致的。然后我今天脸上的打亮就用这一盘，有没有看到？看起来好像蛮闪的，好像跟我刚刚讲的自然光泽不太一样，因为它呢可以透过叠擦让那种高光感变得比较明显。看它旁边的话就是
光泽比较自然，但是在颧骨高点这个地方，我稍微去加重，让那个亮点变得更加明显。所以它可以透过叠擦，让亮度一层一层的叠出来。我觉得它可以创造的妆感其实还蛮多元的，可以自然，也可以很有个性、强烈这种打亮感。所以它操作上面也是蛮有趣的。那再就是因为它色调不同嘛，相对来说也会比较实用一点点，因为有些人的肤色可能适合偏金的打亮，有些人适合偏粉一点的打亮。那这一盘里面它刚好都有。那相对来说，你想要搭配暖色调啦，还是冷色调的腮红都可以。它可以搭配的妆感其实也蛮多元的。然后我觉得它贴合夹彩跟底妆的那种效果还蛮好的，有没有？不会觉得不自然或是粉质浮浮那种感觉，有没有？它是很自然的贴合在你的夹台上面，形成一个很有渐层立体的感觉。那再来就是，如果你多叠擦几层，让它的那种高光感变得明显的话，在特别亮的这个地方，它会稍微有一点点显皮肤纹理。微微的而已，但以这个亮度来讲，我觉得它显皮肤纹理的效果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所以整体来讲，它的光泽表现跟一些粉质的部分，我个人都很喜欢。那重点是它的包装，我觉得也很值得收藏啊，有没有？就那种很摇滚、很华丽的感觉，光是这个包装，应该就可以让人家燃起一个熊熊的大火了。再来是 MAC 的雾幻性感唇膏，色号的部分呢是646。我觉得我好像很常在最爱单元里面分享 MAC 的唇膏，因为我真的还蛮喜欢他们家的唇膏，不管是比较雾面还是比较润一点的质地都很喜欢。那今天要分享这个是在雾幻性感唇膏里面的646，这个646的颜色呢，之前造成的讨论度也还蛮高的。先让我们看一下，你看这种色调，其实我会喜欢，就有点橘棕、红棕那种感觉，还蛮适合秋冬的。那我先刷色让你们看，你看。它的滋润度跟饱和度都非常高，不太会产生发色度不均的情形，所以推起来那种滑顺感也是很好的。那这个色号呢，它有一点像中药里面枸杞的那个颜色，有没有？就是有点橘橘、红红又棕棕的感觉，所以这个颜色擦起来是还蛮显白的。有没有很秋冬，然后擦起来又很沉稳有气质的色调？重点是显白这一点，我觉得还蛮重要的。那我今天嘴巴上面擦的就是646这个颜色，看很秋冬的一个颜色，然后擦起来也很有气质，有没有？我觉得它显皮肤白跟显的肤色很健康那种感觉是非常好的。它跟那种大红色的效果有点不太一样，它看起来会更沉稳有气质一点点。然后覆盖我唇周一些暗沉的部分也是可以遮盖的过去的，所以这支唇膏的色调真的很美，很有质感的一个颜色。那雾幻性感唇膏在 MAC 家的子弹唇膏系列里面，它的质地算是半雾光的那种质地，也就是说稍微带有点光泽，又不会太过死雾的感觉。所以我觉得相对于一些比较全雾面的质地来讲，它就比较不会那么去显唇纹或是凸显死皮的感觉，是一个比较容易驾驭的质地了。那就是带妆时间稍微长一点，你也不会觉得嘴唇很干燥的感觉。然后呢，它的质地稍微会有一点的存在感，稍微是很轻微的感觉，不会让你的嘴巴觉得很厚重的效果啦。所以我觉得它质地也是蛮讨喜。其实他们家的唇膏我一直都很喜欢，那这支唇膏是我近期发现很适合秋冬，就很衬气质的一个颜色。那这些唇膏啊，其实他们都没有特别强调持色啦，还是防沾杯的。你们看。它会粘，所以你吃东西进食，嘴唇内侧是一定会掉色，要透过补妆，整个唇妆才会比较完整一点点。那这个就是11月份最喜欢的一支唇膏。再来是 BECO 的化妆包，再来是这个超大的化妆包，是我的新欢，然后我是在刷吧上面买的，没错，就是刷吧。那你们看它很大，因为我出国有一种障碍，就是我会想要把我每一天想要搭配的妆容会用到的彩妆都带出国，不管我出国会不会买彩妆，反正我就想要带齐，因为我很担心。你就想说出国再买就好了嘛？那如果说你出国你没有买到你适合的或是你喜欢，那该怎么办？你就每天的那个弄的东西都是一样，我不喜欢那种感觉，所以我宁愿多带一点比较保险。那这个化妆包啊，它很大，有没有？重点是它的外形很可爱哦。现在看它的外形，它是这种米白色的帆布麻布的那种感觉，所以拿起来其实还蛮有手感，会有点皱皱的怀旧感。在包包的中间都会有一些黑白印刷的图案，像鞋子它就印鞋子，化妆品它就印化妆品，所以我觉得看起来蛮可爱的。那这个化妆包它很大，它是一个
有点长方柱体的那种感觉，高度也是够的。然后上面这边呢，它有一个黑色宽版的缎带，所以刚好就是一个手提把的感觉。整个造型是非常可爱的，像这样子。然后它打开来是这样子，它的内衬是红蓝白的线条，还蛮有那种美式小清新的感觉，所以在内里的部分也不马虎。那在它的空间超级大，我刚才有讲它这个高度很高嘛，它高到什么程度？它高到你可以直接把这种罐状粉底直立的放进去，然后盖子还是盖得起来的哦。因为大多化妆包这个高度不够的时候，你这种粉底通常要横着放，那横着放它就会去占用到其他比较笔状型的一些彩妆的空间嘛。所以我觉得它的高度可以这样直立放这些粉底还是防晒等等，真的还蛮好的。甚至我里面还有放一个保湿喷雾和气垫粉饼都塞得下，所以以空间来讲非常大。我还有放一个镜子和很多，比如说蜜粉饼啦、眼影啦、唇膏还是睫毛膏类的东西我都塞在里面。然后它侧边这边还有做一个小夹层，所以你就可以把一些小唇膏或是像那种小睫毛夹放在这边，会比较容易找一点。以空间来讲，它真的很适合跟我一样有强迫症，想要带很多东西出国的人来使用，非常的够用。因为一般的化妆包就是侧边长的是像三角形那种化妆包，它们的空间都不会太大。对东西多的人来讲，你可能就要装2个，也是比较麻烦一点。那像这个，它的空间很大，你可以把你从妆前乳啊到底妆到妆后要定妆的东西全部都放在里面，它还绰绰有余。所以对东西多人来讲，这个空间是很实用的。那除了空间实用之外，它的外形也很可爱，就是一个兼具实用性与颜值的化妆包。这个非常可爱，我很喜欢。然后也可以手提，你可以把它拎着啊，到你任何想化妆的地方去化妆。最后呢是无印良品的手账本，因为2018要过了，2019又要来了，所以为新的一年准备新的手账本是必须的。那我为2019年准备手账本就是这个，它是无印良品的简约风格手账本，你看它就这样小小的，然后这边呢有印一个浅灰色的2019。看到吗？这系列手账本其实它有出其他不同颜色，像是红色啦，还是深蓝色，我觉得还蛮好看，就很有他们家的风格。那我会选这本原因就是因为它很小，看我可以一手掌握。我之前的手账本都会比较大一点，然后也比较厚。那其实那种很厚的手账本，我觉得对我来讲可能使用度不是那么高，因为我最常用到就是月记式那一栏跟后面的笔记栏。那有些周记式其实我根本就用不到，所以我今年就想要找那种。应该说，我明年就想要找那种只有月记式跟笔记栏的手账本。那这一本呢，它里面的格式就还蛮适合我的。那它最主要的格式就是像这样子，一整个月都可以一览无遗的月记式的格式。这种格式我还蛮喜欢，因为我喜欢计划一整个月的事情。那我一打开手账本，就可以很明了的知道说我这个月有哪些事情要做，要去执行。所以像这样的格式，我觉得还蛮适合我的。那翻到最后面来呢，它是这种细格纹的笔记页，你就可以用来随手写一些你自己的想法啦，或是待办事项等等，都可以记录在上面。所以这样的格式很简单，但对我来讲是非常够用的。而且像这样小小一本就不太会占空间，也不会太厚，让你觉得很笨重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它在整个设计上面是很实用的。如果你们很喜欢那种小小然后简约又兼具实用性的手账本的话，我觉得这一本它的格式应该是还蛮实用的。那我记得我上去看的时候，他们好像还有出周记式的，如果你习惯用周记式来做计划的人的话，也可以去找看看。那如果说你跟我一样习惯用月记式来规划，这个格式就还蛮适合我们来使用的。好，那以上是今天的影片了，希望大家喜欢。如果喜欢今天影片，也别忘了帮我评个喜欢，那欢迎订阅我们频道。好，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拜拜。